养不起了，迫于财政压力，教师、医生、公务员哪个应该先精简？这2年，事业编改制的消息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今年，很多地方已经落实缩编政策，不仅合并事业单位，减少事业编数量，甚至国考岗位的考生报名门槛都从本科提升到硕士及以上。至于教师更不用说，自年初以来，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多个省市已经陆续探索如何实现教师编终身制转聘用制的方案，很多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了试点工作。医生群体也未能幸免于改制大潮，不管是在官方会议、论坛还是新闻发布会上，关于医生增编还是减编的议题总是被频繁提及，社会各界迫切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众所周知，公务员、教师、医生这3大职业群体一直在社会运转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既是人民心中的铁饭碗，又是国家财政部门的3座大山。如今这些人也开始面临裁员大潮，让人不由疑惑，难道是因为财政压力增大，难以继续支撑他们的开支呢？如果真是面临养不起的情况，那么教师、医生、公务员哪个应该先精简？教师的未来发展。其实要说稳定，教师一直是大众眼中最不容易受影响的安心工作，甚至全国1半以上的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报名过教师资格证，很多人甚至毕业后还要费尽心思考取公办学校的教师编。其实这都得益于教育体系内的制度保障，以及大众对教书育人这份工作自带滤镜，觉得人际关系简单，待遇稳定可靠，同时还能得到家长的尊敬和信赖。但如今，随着校外培训机构的蓬勃发展和教学监管政策的不断调整，教育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最大变革就是教师数量的增多。一个很明显的社会现象就是，很多来自双一流名校的非师范毕业生开始进入教培行业，通过线上或者线下平台授课。那么与教师编制相比，他们的特殊性在哪呢？第一个就是钱，事实上大多数补课老师的薪资都是高于同类型的公办教师，毕竟校外1对1辅导可以做到时薪400，而校内要管一个班的学生，月薪也就几千。第二个就是门槛，知名机构的老师尽管不是师范生，但基本都是重点1本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但一些小机构却人才稀少，专科生读着模板教案上课的现象比比皆是。第三个就是责任，为了招生和生源的稳固，机构老师格外注重成绩的提升，但公办学校老师管的却很多，他们不仅要管一个班学生的成绩，还要管安全，更重要的是还要树立学生们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校外老师这种能者多劳、多劳多获的工作模式备受欢迎，但这种模式对公办学校的冲击却不小。有的老师们羡慕着校外的高工资，课外办补习班的风气甚至愈演愈烈，有的老师则得过且过，抱着已经有编制的心，对待学生和教学任务点到为止，甚至有的老师将批作业、新课教学都安排给家长。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是全国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所以，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公办学校早晚都得采用将终身聘用改为阶段考核制。事实上，早在5、6年前，高校教师就已经不是铁饭碗了，飞升即走已经是大学里面默认的教师选拔模式，所以年轻老师都在拼科研成果，这一度提升了各大高校搞科研的效率。因此，如果中小学老师也采取这种优胜劣汰的模式来精简人员，想必也能进一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将更加依赖于个人的专业成长。2、医生的重要性。从上文其实可以看出，教师编制的精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教育领域发生。同样，医生和公务员领域的改革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都是为了通过人员优化来提升服务质量。然而，与教师的角色不同，医生这一职业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公立医院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医疗机构，不仅保障大家基本医疗需求，
同时也维护了大家公平就医的权益。当然，公立医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资金就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他们要及时进行医疗设备更新和医疗技术研发，这就导致医护人员的薪酬不得不受到制约，尤其是在私立医院通过高薪来吸引优秀人才的竞争下，公立医院已经面临了人才流失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对普通老百姓公平获取优质医疗服务的权益构成了威胁。所以在医疗领域，一方面要缩减编制来降低人力成本，让有限的资金能够更集中的投入到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效率上，比如通过推动智慧医疗来减少不必要的人工操作，从而减少行政和后勤岗位。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缩编来防止那些缺乏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医生滥竽充数，这样才能筛选出具备扎实医学知识、丰富临床经验和高尚职业道德的医生，如此才能保障患者的权益和医疗安全。但是根据官方回复，医疗领域更多会面临增编的可能，尤其是如今公立医生工作压力和负担日益加重，很多科室的医生不仅要接受加班和随叫随到，同时还要承担医闹风险。因此，为了稳定医生队伍，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很多医院是想通过稳定的编制和待遇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3. 公务员队伍何去何从？至于公务员，也许很多人觉得是最铁的铁饭碗，以前甚至有人停薪留职去下海，在退休时还能拿到不菲的退休金。然而如今官方却下了正式通知，中央国家机关会要进一步缩减编制数量达到 5%。 事实上，公务员群体的工作状态对比非常鲜明，有的人忙得不可开交，有的人则每天都清闲自在。因此，有很多专家认为这次机构改革是一个精兵简政的过程，也能进一步助力数字政府的建设。但是因为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公务员缩编并不像医生和教师那么轻松，毕竟医生和教师都属于专业工种，脱离体制内，在体制外也有更多谋生机会。但公务员，比如警察、纪检人员等，脱离体制内该何去何从？所以公务员的精简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首先淘汰的肯定是那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还有那些工作懈怠、绩效不佳的人员。当然，这也为那些真正有能力、有干劲的公务员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而对于那些还在积极备考公务员的人来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也许未来公务员依旧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福利待遇，但与之俱增的是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和与企业不相上下的工作压力。一杯茶、一张报纸的悠闲生活只是想象，实际上，公务员要具备高度责任心和学习能力，他们不仅要处理大量文件、报告和会议，还要参与各种讲座和学习活动，有的人还要熟悉时事政策和法规。综上所述，教师、医生和公务员这3个职业群体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如今国家想缩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养不起，也不是为了打击某些人，而是提高综合水平和办事效率。这是因为学校、医院、公职系统不仅存在人员能力良莠不齐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编制结构失调的困境。比如有的城市学校老师多，学生少，有的乡镇学校学生多，老师少。所以财政压力只是国家调整编制结构的一个考虑因素。教师、医生、公务员的精简过程也就没有先后和数量之分。因此，不管现在的你在体制内身居何位，也不管你是否在为进入体制内做准备，都要明白你的职责所在，并不断保持学习精神，做到身为老师要培养人才，身为医生要保障人民健康，身为公务员要为民服务。结语：尽管总有人戏称宇宙的尽头是考编，但是从如今的就业环境来看，铁饭碗也不存在绝对稳定，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需要我们不断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至于靠精简教师、医生、公务员的数量来减缓财政压力，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普通人来说，只要能力强、素质硬，
这几类职业依旧是实现职业稳定的重要选择。那么此刻读完这篇文章，你是否对教师、医生、公务员哪个先精简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